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表示，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，完全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。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说明情况。然而，美方滥用武力、过度反应、升级事态，并以此为借口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正当权益。汪文斌指出，美方所作所为严重冲击、损害巴厘岛会晤以来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和进程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敦促美方不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损害中方利益，不得升级扩大紧张局势。所谓的中国间谍气球引发的妄想症在美国国内爆发后，据说美国已经向40个国家的外交官介绍了所谓的威胁。对美国亦步亦趋的日本马上配合演出。日本防卫省14号发布推断称，此前3次飞越日本领空的飞行物是中国的侦察气球。对此，汪文斌回应表示，日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，对中国抹黑攻击，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汪文斌也呼吁日方停止追随美方搞人为炒作，借题发挥。有关气球的话题持续在国际舆论场延烧。那今天记者会的一开始，汪文斌宣布了中方将依法反制的消息。今天面对外媒记者穷追不舍的追问，汪文斌多次强调，该事件纯属美方的过度反应、夸大和炒作。那我注意到，自汪文斌2天前透露美方气球曾多次飞入中国领空之后呢，国际媒体高度关注，并且在记者会上要求中方拿出证据。今天汪文斌不仅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说明，还透露了一个新的细节。汪文斌说，美方气球曾飞越新疆和西藏的上空。那反观美国，美方几天来却以虚假信息为由一笔带过。汪文斌进一步敦促美方做出合理的解释，而中方将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。中方已经多次澄清，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，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。2月4号，美方不顾中方一再声明和要求，执意对即将离开美国领空的民用飞艇滥用武力，并又在3天内出动战机击落3个不明飞行物，可谓大动干戈。此后又是更多的政治秀。美国国防部发布了7号至10号连续4天在海上打捞中方民用飞艇残骸的照片，并称发现了关键的传感器和电子零部件。画面中能够看到有潜水员参与搜索工作。美国海军卡特霍尔号船坞登陆舰也来到了搜索现场，还有多张气垫船在相关水域协助搜索残骸、装载补给的照片，以及美国军方人员装载残骸的画面。然而，在一通政治秀之后，白宫日前主动给气球事件降温，并将描述从中国间谍气球改为不明飞行物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14号表示，根据情报机构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分析，以及军方飞行员对目击的描述，美方的初步评估是10号至12号在北美上空出现的3个飞行物与中国的所谓监控计划无关，它们可能与商业或研究实体有关，因此是无害的。但他又找补称，官员们还没能找到并收集这3个物体被击落后的碎片，如果找到并分析了碎片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不过，美国和加拿大收集碎片的工作困难重重。科比透露，很多碎片位于偏远地区，而且又有积雪。休伦湖的碎片更是落在了深水区。加拿大皇家骑警称，加拿大和休伦湖的碎片可能永远无法找到，因为它们位置偏远。实际上，对于美国军方声称寻获了中国飞艇的传感器，专家认为气象飞艇升空都要带传感器，这根本无法成为中国飞艇有监控功能的证据。气球升空探空，它肯定要带传感器，它不带传感器，它升空干嘛去？就光一个气球不可能啊！你为了收集大气的数据，为了收集可能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，你肯定要带一些传感器，但是不能认定这个传感器第一就是军用，第二就是针对美国的，因为中国已经明确对外表示它是失控了，所以传感器肯定会有，但是传感器这个是不是军方是不是军用的，不能以此来做论定。
此前有消息称，美军击落的可能是美国的气象气球。对此，科比表示，当局排除了这些物体属于美国政府的可能性。而对于近期为何有多个不明物体被击落，科比解释称，在中国无人飞艇被发现后，美国重新校准了雷达，并探寻到了更多的飞行物体。美方这种对于不明物体一问三不知的含糊态度，引发了美国媒体与舆论的猜疑与炒作。《纽约时报》称之为一个疯狂的周末。拜登政府承认对这3个物体的疑问多于答案，这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了新一轮的不满。他们不仅批评回收残骸进度缓慢，还批评政府一开始就不清楚头顶上漂浮的是什么。而为了应对不明飞行物，美方再大动干戈。科比透露，美国总统拜登为研究这些空中物体而成立的跨机构小组，可能会在周末之前就未来如何应对类似事件制定一套标准。美国显然是这个所谓应对过度啊，然后对中国一些栽赃污蔑啊，然后中国外交部也明确表示，中国也保留今后采用相应的处置方法。就是美国你这么做，如果今后你美国的气球飘到中国境内，那对不起，中国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置。啊，所以美国可能现在也在应对这个事情，它建立这样的规则，但是这样的规则，我觉得光是它本国定是没有用的，它本国定的规则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标准。它还是要进行国际的协调合作，而且这种合作是本着和平的方式，不是敌对的方式。美国近期4次打气球，3次动用 F-22战机，最后一次出动 F-16战机。美方试图向外界秀肌肉，谁知意外砸到了自己的脚。美国军方12号出动 F-16战机，在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休伦湖上空击落一个不明物体。五角大楼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描述，不明物体被击中后缓缓下落入水。不过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消息爆料， F-16战机发射的第1枚导弹并没有命中目标。F-16飞行员选择使用了 AIM-9X 响尾蛇短程导弹，这种导弹能够识别物体和周围区域之间的热成像对比，目前还不清楚这枚导弹出现了什么情况。14号，美军最高将领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·米利尴尬地承认， F-16战机发射的第1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，而是落入水中。我觉得严格说，如果他的空中导弹没有击中目标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情啊，因为这么一个严格说又不是一个战斗机的目标，他对你又没有机动，又没有躲避。啊，相当于基本上它固定在那让你打，你都打不中。这个里边显示有很多的问题，也可能导弹当时出现了种种一些问题啊，没有锁定或者是全程锁定，最后它就丢失目标了。新民晚报认为，流浪气球意外凸显美国霸权色厉内荏的脆弱本质。长期以来，美国一直以想打谁就打谁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的军事超级大国形象横行全球，而这种形象配合好莱坞式的相关宣传，构成了美国军力天下第一、横行无阻的虚假认知。可当流浪气球被西风带到美国上空，美国横行霸道的另一面，出人意料的脆弱与焦虑瞬间暴露无遗。相比之下，中方无论是前期的信息通报和公开说明，还是对美方过度使用武力之后谴责美方违反国际惯例，并明确声明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等做法，均堪称负责任大国处置类似突发事件的标准化模板。